没想到我入了长垣殿，还要做普华老儿的差事。哎呦，真没想到！你们倒是说说，这白冰块有什么好喜欢的？有什么好喜欢的？不懂。罢了，看在大家如此心诚的份上，我也不好不帮你们做些好事了。多谢小殿下。神尊，请用茶。红人，你给我让开！我不让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神尊，我已经布了3层结界了，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。上古呢？还未回来。自从神尊您上次给小殿下布置了一道妖族之题后，小殿下来过几回，但都未曾久留。也许是在解您给他出的难题吧。收拾东西，明日下界。啊？那小殿下的寿辰呢？您不参加了？本尊不喜热闹。可是，您总该去打声招呼呀。今日早上可是我为神尊端的洗漱水呢，神尊看了我好几眼呢。得意什么呀？我还瞧见过神尊的字呢，你们瞧见过没？神尊写字时风神俊朗，观之心驰。你们那都算什么啊？写神姐姐还为神尊翩翩一舞呢，真的。哎，我昨天晚上听到了，神尊的琴音，那真是天作之合。咱们这可都是成了小殿下的恩典，才有机会亲近神尊。眼下这寿宴马上就开始了，还是快进去庆祝才是。就是，我今天可备了更丰厚的礼呢，说不定啊，明日和神尊月下和鸣的便是我们呢。恭贺小殿下万岁寿辰！白绝。参见白绝神尊。我会让至阳颁布令谕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不许再踏入长垣殿半步。堂堂混沌主神，竟为了这些俗物将本尊随意出卖作为礼物，真的是神界的笑话。还有你们，把你们手里的俗物都给我拿走。是。这是我的礼物，你凭什么做主啊？也是，你这般无德之徒，本尊也收不起。待我下界以后，你自去跟至阳解释，后会无期。小殿下请自重，这一次你是真的让神尊太失望了。好了，横竖这些年神尊待我们都冷惯了，万年亦是如此。这次小殿下才被骂得最凶，你又何苦如此伤心？神尊让我永远不能再入他的殿宇。瞧你这梨花带雨的，怎么了？神尊有所不知，刚刚在小殿下的寿宴上，白绝神尊大发雷霆，禁止我们踏入长垣殿。唉，这冰块啊，最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你们呀，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这次不一样了，就连小殿下都遭了厌弃。什么？连上古也被骂了？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看书？我问你，你对上古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上古的神力气息？他刚入我长渊殿时，我便封了他的神力。你知不知道上古他不见了？急什么？过不久便会下雨。他这受不了半点苦的性子，淋了雨自然会回去。白绝，上古究竟做了什么事？为何你对他如此厌恶？做了什么？他爱慕财宝，在我殿中不过修行几日，便公然收下重礼，带众女神入我殿中，真是荒唐至极。重礼？白绝，你误会他了。上古所行之事，那并非是为了什么宝贝，而是为了答你的题。是白绝神尊，真的是白绝神尊。是啊。罗刹地西千里，径幽山，近千水河。找到了。天启说的没错，妖界之人至情至性，唯有最真性情的喜乐，方能感染他们。你是说，本尊错怪他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仅要把上古给我找回来，还得诚心诚意跟他道歉。那可是他的万岁寿辰啊，换谁受得了啊？如何道歉？你的寿桃我吃了，很甜吗？又涩又硬，和你一样。莫非你失了味觉？总之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你不是喜欢石雕吗？你给他雕刻石雕手链啊！女娃都爱首饰。哎，你别装听不见啊！我把话今儿给你撂这儿，你必须把上古给我哄回来，不然我……天启神尊，神什么尊，给我过来！天启神尊，我就把你这小火兽拉到太初殿，天天给我温酒。天启神尊，你什么你？神尊，咱们可得去寻小殿下。这万一下大雨，他被封了灵力，为何不在殿中避雨？自怜还是自省？不是说后会无期吗？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把神力还我！真神于山川旷古，于日月经久，可封了灵力，不过是凡胎一句。穿上，当心风寒。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你可原谅本尊？就凭这件破袍子，休想！红血森林地处神魔交界，7万年前的一战，使得此地灵力稀薄。你的办法，只能让妖狐一族喜乐一时，却不能安康一世。我问过天启了，就连他都做不到，你让我做，分明就是刁难我。天启是不行，我和之阳也一样，但你可以。我？只有你能保3界万年太平，也只有你能让妖狐一族喜乐安康。这便是本尊给你的第一道考题，也是你身为3界主神的毕生使命。我还以为你瞧不上我，只要连折子都不让我碰。我的生辰向来都是有规格品级的，前来贺寿之神不带些天财地宝都进不了宴席。你堂堂白绝真神送这个礼物也太轻了点吧？够了吗？没想到这白冰块儿居然会哄我开心，时机难得，
得出口恶气才行。我堂堂3届主神，再不济，旁人只敢在背地里嚼舌根。你可倒好，3番2次当众羞辱我。要本尊如何做？我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。这样吧，你自封神力，一炷香。可以。这掌，咱们2清。你自封神力，一炷香。可以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自封了神力。2清了吗？你肯定作弊了。没了神力，你同样凡胎一句，我就不信了。信了吧？神生漫长，天地浩大。等你有朝一日继承了混沌主神，这3界万物于你而言，也许会有新的规则与定义。时辰不早了，小殿下，请早点休息。等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想学的话，明日辰时，不许迟到。有天地，然后混沌之气生焉。迎天地之间者，为万物，又可反哺于混沌之气，故此生生不息，源源不断矣。屯者，盈也；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萌，故受之以萌。萌者，萌也，物之至也。物至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虚。还是白绝有办法。虚者，饮食之道也。饮食必有。上古上次像这样读书，已经是8000年前了。不错啊，兄弟，治得住那小祖宗。上古灵力低微，饱受非议，以他逞强好胜的性子，激将法最为管用。你这刚回神界不久，这些闲言碎语，就都知道了。想知道，一日便能知道。上古迟迟未能精进，都怪这小子。他，我听上古说，你连折子都不让他碰。批不好，尽捣乱呗。我下界游历的时候，见了不少奇闻趣事。什么趣事？含冤沼泽，地处蛇族腹地，却有不少恶族栖息，其归属本就是个争议。某位真神批错了折子，将恶族划入蛇族之地，至此2族交战1000年。哟，是哪位真神闹了这么大一出乱子呀？是本尊。你们也知道，那时本尊替祖神掌管3界事务不久，尚且稚嫩，出差错也在所难免嘛。是啊，智阳，你刚执政那会儿，不也总出乱子？怎么到了上古这边，你便如此谨小慎微了？天琪啊，你尝这茶，你不觉得有股火燎之味吗？冰块，你这宝贝从哪儿来的？我这宝贝从火红林而来。这火红林有什么典故啊？当时智阳下界处理事务，不料被火红林里面的女仙君绑了，成了压寨相公。什么？在神界如此庄严肃穆的真神，成了夏君的压寨相公？哼，笑什么笑？不止这个，我还听说了悠悠谷、望清崖、断琴海你的风流韵事。好你个智阳！神界里平时都说我最没个正经，最是风流。我看呀，大家都被你这庄重的做派给蒙蔽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那都是意外，不要再提了，陈年旧事了。冰块，我得罪你了吗？你没得罪我，只不过你跟我说了一句话：乖巧听话，勤奋好学，从不惹麻烦。我为什么要学这种奶娃娃的启蒙术？白绝，你给我过来！
我就说吧，得罪谁啊，也别得罪这个最记仇的臭冰块。是啊。快看，结界又裂了。这玩意儿怎么来神界了？3月7，九幽畔，混沌主神相约一见，共商神魔两族和谈，玄一恭候。才跟我开玩笑吧？玄一要见我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尊玄一，不会真让我去吧？魔族被困九幽虽已有7万年，但这几个月来封印不断溃散，不少魔族涌入了仙妖两族之地作乱。这样，既然九幽结界即将坍塌，魔族入室难以避免，不如咱们就应下此事，前往九幽一探魔族底细。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我是说，可玄一一贯心机深沉，此计恐怕另有所图。没错，他龟缩在九幽7万年，肯定憋着坏呢。如今一开口便要见上古，必定有诈。有诈，一定是有诈。是啊，这样不如我们还是别。玄一乃当年真神之首，若非堕魔，他早已是混沌主神。如今祖神陨落，神界又再无主神，若魔族再次开战，必定生灵涂炭。上古此去若能谈和，或许能免除一场灾难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绝不能让7万年前的灾难再度上演。不是，我也不想让神魔再度开战啊！关键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去了我就是送人头啊，是吧？是吧？白娟，此事交给你了，务必在3个月之内，将上古调教出个模样来。届时，我们一同前往九幽。不是我才是主神吧？你们能不能听一下我的意见啊？什么老十字主神，自己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，这还没当上呢，我的小命就要凉了。那可是魔尊玄一，连祖神都差点打输了。呵呵，我去，那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那你准备如何呀？跑啊，不然我等着过年啊。我刚好像听你说你准备逃跑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会逃跑的。昆仑上神新添了个灵儿，我出去给他恭贺恭贺。那九幽之事，哎呀，分身乏术啊！这次就不能与你们同行了，见谅。当真？自然。如此甚好，本尊也能落个清闲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呀。对了，趁早找一个趁手的神兵，万一遇到魔族，或许还能保住你性命。昆仑山没有魔族。玄一要找的可是你，你去到哪儿，魔族就会追到哪儿。3个月，要找你很容易。还走吗？明日我就去你殿中好好学本事。此事不用等到明日。我问你，你就让他这么把上古带走了，他的脾气如何受得了白绝折腾？你行，你来折腾我们2个折腾了万年，他半点长进都没有。这次是玄一和魔族，1000年之后他要面对混沌之劫，我们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他是混沌主神的继任者，迟早是要长大的。
这是本尊在下界修炼之地瞭望山，你就在此修炼吧。我在长元殿修行的好好的，为何偏要来这儿？魔族狡诈，玄一更非凡贤之辈。以你的灵力，若不刻苦修炼，怎能入得了九幽？此处清静，无人打扰。3个月后再回神界。神界礼法森严，我虽跟你修行，但却未行过拜师之礼，所以你亦不可以为我做决定。师尊2字不过虚名，不叫也罢。什么时候回神界，什么时候去九幽，都由我说了算。你若觉得本尊有什么安排不妥，大可自便。这儿怎么有个结界啊？瞭望山乃仙妖魔3界交界之处，若不是本尊的结界保护，此处怎能如此安宁？此地，本殿下一刻都不想待。你现在就放我回长元殿吧。你我尚未行过拜师之礼，你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为何还要问我呀？白绝，本尊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小主神请自便。算了算了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等我学他个一招半式，再找机会逃出去。我这个人吧，生来就比较大度，所以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听说这瞭望山的星星最是好看，遂了你的心愿吧。反正也就3个月而已。绝，走！这就没了，吓死我了！刚才我差点被吃了。遇到危险，不是依附强者，就是往后退缩。小主神的胆识真是令本尊大开眼界。我那是打不过吗？我刚才是突然一下没回过神来。你灵力低微也就算了，你这1万年都在做什么？连最基本的招式都不会，他们只是低等魔族。别教训我了，你不是说这有你的灵力结界吗？那魔族怎么闯进来的？不但你亲历魔族，哪能算得上是修炼？我若是有件趁手的兵器，跟你一样也能大杀四方。是吗？我拿不住。你不是要神兵吗？你这是给我神兵吗？你这是想压死我？今夜之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魔族不是神界那些对你歌功颂德的小神仙，天启和至阳也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。总有一天你会真刀真枪跟他们遇上。你现若还不肯认真修炼，那你这一身最纯正却又无法使用的灵力，会是你尊享神界的因，也会是你催命的果。强者为尊，你说什么都对，行了吧？知道你的神脉为什么迟迟不开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开吗？我也想变强啊，只是因为天启太宠溺，还是至阳太繁忙？你明日辰时，我助你打开神脉。太好了，等我神脉一开，定会让你好看。小殿下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！小殿下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！才几更天，大明的公鸡都还没起呢，不起。白冰块，又整我！这世间灵力分为3等，1等乃祖神创世所用的混沌之力
二等乃真神所赐的天地法则之力，其中包含神力、仙力、妖力；三等，则是下界灵气。魔族要来了。昨天打到半夜，只睡了2个时辰就被你拎起来休息，我的身子就算是铁打的也熬不住嘛。困啊，那我就帮你醒醒神。哎，等等！我现在十分清醒，可以上课。刚才说到灵力分3等。等等，你刚才教我说灵力分3等，怎么没有提到魔力啊？因为魔力，并非天地而生的一种灵力。当年玄一和你一样，身负混沌之力，是混沌主神的下一任继任者。既然天地间并无魔力，那么玄一怎么变成魔尊的？魔族又是从何而来？7万年前，玄一不满祖神的治世之法，还未继承主神令宇，便争夺主神之位。可是，在濒临溃败之时，他突然违背天道，强行吸取战死神兵身上的煞气。那一股股煞气，与他体内的混沌之力相融，最终变成了可吞噬万物的魔力。而下界中，心怀邪念之人也照此法修炼，皆变成了他的属下。至此，魔族降世。原来魔族是这么来的。祖神打败玄一之后，也破碎虚空而去，最后的气息运化了你，成为了新的4大真神之首。你身具混沌之力，更应该时刻警醒自己，切勿重蹈玄一当年的覆辙。等你继承了主神令宇之时，更肩负着天下苍生、开辟人间界的责任。我知道，我生来便肩负着运化天界、神界，还有未出现的人间界的责任。不是都说了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能力就这么一点点，我看还是你、志阳还有天启，你们运化这世间比较合适。所以，你要学？不是我不想学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我神脉未开。我会以外力击打你的神脉，至于开不开，还是要看你自己。你要做什么？放松。你不是又要找借口修理我吧？有感觉吗？没有啊。没感觉。收了你的灵力。我不会啊，我太难受了，灵力太多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走火入魔的。快想办法！我这么年轻，我还不想死。闭眼，我助你疏通灵力。圣果，冒犯了。圣果，不要害怕，用心感受。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长长声音，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换回你，一生一墨
总是细腻。直到遇见你，千方百计等下一世晨曦，诚心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，听彼此感应，靠近，三言两语，完全睡不着。为什么开审脉是这种感觉？要是能找月明聊聊就好了。白冰块，别以为凭美色就可以收买我。现在我神脉一开，再学几招，定离开这里。哎，小殿下，神尊吩咐了，今日呢由我来教小殿下修行。白绝呢？神尊他病了。病了？严不严重？我进去看看。不，就是个风寒，还有些咳嗽。神尊也是不想过了病寄给你嘛。我听天启说啊，我神脉初开，如果不分昼夜刻苦练习，定能修为大涨，并且能事半功倍。怎么你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病了？不知道还以为装病呢。小殿下，我们还是快去修炼吧。你也不想神尊生着病还操心你的修炼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小殿下，你真的不能进去啊！小殿下，小殿下，神尊真的病了。小殿下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，每日师表。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神脉这么弱，你真生病了？闹够了没有？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每个人像你一样爱睡懒觉。不好意思啊。出去。竟然还冤枉我家神尊。小殿下，你本是祖神所留残息运化而生，天生神脉是被封的。若真那么好解，那为何天启神尊和至阳神尊没为你解过呢？若不是我家神尊修为强大，恐怕此时躺在床上的就是你了。反观我自己，昨夜一宿没睡，不仅体力充沛，好似我这身体里还积蓄着源源不断的灵力。您自己练吧，小神微末，就先告退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神尊失了这么多灵力，还不得喝点药茶补回来啊？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哪有那么好心啊？横竖，我是不能欠着你们家神尊的。他平时有什么嗜好吗？干嘛？问问。这是我新采的药茶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你要是实在生气的话，你想罚我就罚我吧。因为这种事罚你，本尊没有这么无聊。谢谢你助我打开神脉，我们还……我是说啊，
那天我不知怎么的，我实在是收不住，我更没想过要吸你的灵力，还占你便宜。你不在意？我在意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对我这样好，我还这么对你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你不是说要我好看吗？怎么会过意不去啊？那都是戏言，你还真听进去了。本尊素来过目不忘。我这个人从来不欠别人人情，你说吧，让我怎么还你？好好修炼，将来能够对付魔神，我便解脱了。我定让你刮目相看。走吧，我带你学剑。学剑，神脉开了就是好啊，还能学剑。你与月迷相识已久，他的剑法在神界也是数一数二。太阴六式，你学了几本了？太阴什么？飞星剑、浮云剑呢？没听说过。跟着月迷1万年，他都教了你什么？喝酒、骰子、推牌九，听戏、看话本。我教你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你来试试。你在哪里？青色容颜，随着记忆尘封世间。眼中缱绻。我刚才没看清，你能再给我示范一遍吗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梦影落残缺，故作旧人念，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结。能有多少缘，朝夕间一月，此生路途且行千年，一生换一夜，唤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。如幻亦如电，无力亦无间，只为曾经灵犀一眼，无悔自相恋，哪怕一人相赴夜的眷恋。手牵过眷恋。这回怎么样？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看来这练剑也不难嘛。神尊，您今日心情挺好的呀。茶叶不错。哦，这茶叶啊，是小殿下昨日去后山采的，怪不得您心情这么好。水好。这水啊，也是小殿下今天一大早从百花花蕊里收集来的，适合这香甜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红日想说，虽然您和小殿下平日里说几句话就不对付，但是都对彼此十分上心。红日觉得您和小殿下虽没行过师徒之礼，却胜过任何师徒。我看你怕不是想去温酒了。
白冰块，看招！日升月落下，颤动雪更迭存在。别怕命运百转千回，重回重来。雨蔓延成海，回忆长青苔。思念无碍，万千轮回里不改。看多少个春秋来回，守着年岁。悲伤中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。远远的存在，爱若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待。多少次候鸟迁回，守着年岁。望断天涯终不悔，谁不曾替代？愿有天醒来，往事前尘被揭开，心中将为你坦白。多少沿途看过的花败了又开，也许离散伏笔，未来总会流转。泪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，等到云开天晴，已色然将来。与你悠然世外，爱已过千载。